呆萌可爱的王八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半个月前，昆桑在菜市场寻找小宠物，这个老板卖的小王八与众不同，号称黄金甲。这王八是不是得了白化病？怎么颜色这么黄？不知道能不能养活。昆桑买了一只小王八，把它带回家，王不拉几的就叫它小黑吧，看起来没精打采的样子。是不是因为天气太冷了？昆桑准备了一个加热垫，设置好25度，把加好水的饲养盒放在加热垫上。过了一会儿，水温升了上来，把小王八放进饲养盒，温度适宜，小王八很快就活跃了起来。2天后，昆桑起床来观察王八，这小子折腾了一晚上，应该饿了吧？撒几粒鱼食扔到他面前。一开始他小心翼翼的，并没有过去吃鱼食。过了一会儿，鱼食的香味飘了过来，小王八忍不住开始吃了起来。个头不大，吃东西的样子倒挺像隔壁吴老二。小王八胆子很小，直接养在饲养盒里可能会影响它吃东西。昆桑找来一个碗，把沙子倒进碗里，加水摸过碗梁子的高度，这样即使是小黑玩沙子也不会弄得到处都是，饲养盒更容易打理维护。把小黑放碗里面看看，有了沙子，小黑明显变得好奇了起来。他在沙子上爬来爬去，观察周围的环境。在喂给他一些红虫后，昆桑决定不打扰他，让他自己玩吧。3天后，昆桑发现小黑找不到了，原来他钻进了沙子里。早晨起来的时候，他就从沙子里露出了3角小裤头。半年后，出大事了，小黑已经6个月大了。小黑长得说快也不慢，说慢也不快，已经和手掌差不多大了。在昆桑的精心照料下，长得健健康康，看起来非常可爱。他的小手也很好玩。在饲养了半年后，经常和人接触，小黑已经习惯了和人互动。昆桑忍不住想摸一下他的小手。我的妈，差点给我吓一跳。小样脾气还不小，看来还是少跟他互动比较好。是养了这么久，昆桑很好奇，这家伙怎么还不下蛋呢？难道他是指不下蛋的公王八？听说隔壁村的赵老蔫儿是个养鳖专业户，昆桑决定去学习一下如何让王八下蛋。隔壁村在一个穷山沟里，不过这里挖了一个特别的鱼塘，这就是养鳖的地方。昆桑跟着老赵来到鱼塘里，吃着里的水，乌漆嘛黑的，这怎么一只王八都看不到呢？这人该不会是大忽悠吧？昆桑又走了2步，一只大王八出现在了前面的沙坑中。这王八是不是喝酒了？就算是有人来了，他都不害怕。好家伙，这下给昆桑开了眼了。原来这只王八正在下蛋，周围一堆跟乒乓球似的，就是王八蛋。他把屁股插到挖好的沙坑里，就开始下蛋了。再大的事儿也不能影响他下蛋。到了繁殖季节，一般可以产3到4次蛋，每次下蛋可以产20个蛋左右。很快，老赵就收集了不少王八蛋。整个收蛋过程，王八都没有受到影响，专心的在下蛋。老赵这王八养的是真好，有白色斑点的是受精卵，把蛋拿在手上，好像一个乒乓球，感觉很特别。下完蛋后的王八很快就跑回了鱼塘里，昆桑往沙坑里一看，好多王八蛋。听说这只老鳖已经活了7、8年，这么大规模的鱼塘，一年可以收4万多枚王八蛋。接着老赵把王八蛋一个个的排好，放在铺好沙子的泡沫箱里，根据沙子的厚度区分放进去蛋的时间，然后用沙子把蛋都埋起来。孵化室里放满了泡沫箱，每个泡沫箱里有一个小门，大约是50天，小王八就可以孵化出来。昆桑发现这个地方正好已经有只小王八孵出来了，它出生后会慢慢的爬出来，像拉粑粑一样掉进下面的水盆里，这样更方便收集小王八。刚出生的小王八小小的，非常可爱。老赵把它们带到这个有塑料大棚的鱼池里，这里温度适宜，把它们倒到鱼池边上，它们就开心的玩了起来。有的小王八还不到1个手指大。经过这次消息，昆桑更觉得养王八太有意思了。好了，
本期网播的故事就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4年前，昆桑跟着野采大师出去野采，在农村稻田的灌溉水渠里，经常会有一些小鱼出没，有找没找打上杆子。昆桑用抄网使劲捅了一网，看看能有啥大货没。一只迷你的小鱼，而且还是只小鲤鱼。既然这地方能捞到鱼，那就不能放弃了，多少得再打几网才能走。陆陆续续的，昆桑捞到了几条小鲤鱼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抓了6、7条鱼。昆桑把它们都带回家。这些小鲤鱼小小的都非常可爱，把它们放在这个大鱼缸里，鱼缸里又热闹了起来。几天后，昆桑在同一个地方又抓到几只小金鱼。2个月后，没有被乌龟吃掉的小鲤鱼和小金鱼被一起单独养了起来。1年后，小鲤鱼们长得非常快，这几只金鱼也长大了一些，尾巴看起来和之前有些不同。家里这口地缸尺寸很大，非常适合养鲤鱼，就是在室外放的非常脏了。昆桑给它清理干净，搬到室内，然后把小鲤鱼和小金鱼们放进去。7天后，鱼缸变得非常浑浊，只靠一个上滤来养这几条鱼，过滤系统还有点不够强。昆桑想给它调整调整，把野外采进来的沙子用自来水洗干净，然后倒进鱼缸里。好家伙，这下整尴尬了，整个鱼缸啥都看不到了。这下是雾里看花，水中也看不到鱼了。几个小时后，鱼缸依然还是很浑浊，不过鱼的状态还算可以，它们情绪还很稳定。不管怎么样，只能慢慢来了。3年后，当时捞到的小鲤鱼只有这么点，现在已经长到这么大了。这条不知道是市区还是半花。听说这大鲤鱼到了国外，直接变身入侵物种，它们会吃光当地的水草植物，然后搅和河流和水塘的底部，让阳光无法穿透河底。没有阳光，池塘和河流底部的水草和藻类就会腐烂，从而改变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。昆桑很好奇，鲤鱼真的是什么都吃吗？这次昆桑在超市买了一个大的西兰花，在西兰花底部钻一个孔，拿根木棍插上，然后放进鱼缸里。小鱼们开始变得兴奋起来，这西兰花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1天过去了，跟昆桑想象的不一样，西兰花并没有被吃过的痕迹。鲤鱼们个头不小，胆子却不大，可能它们还对西兰花有所防备。到了第2天，西兰花的一小块被咬了下来，虽然西兰花上也有被撕咬的痕迹，但是并没有多少。是不是西兰花太硬了？昆桑拿开水煮了一下西兰花，重新把它放回鱼缸，给旁边缸里的大螃蟹也来一个。这次小鱼们很快就吃了起来。好家伙，满缸里都飘起了西兰花的碎屑，水里发出了难闻的臭味。如果是在自然的河流里，这样的河流会发臭，水质变差吗？拿出西兰花看一下，虽然小鱼们没有牙齿，头上有远的部分已经被吃完了，水里的气味也非常难闻。昆桑得抓紧给鱼缸换一下水。在野外玩的时候，昆桑发现了一处干涸的水渠，这里面有密密麻麻的田螺，把它们带回家一些，用锤子敲碎它的外壳，可以成为乌龟喜欢的食物。这些小鱼已经长得非常大了，即使是养了它们3年多，无论昆桑怎么喂食，它们还是很胆小。如果突然出现在它们面前，它们还会在鱼缸里乱窜，想跟它们变手还真是不容易。除了这条金鱼，在钓鱼佬那里听说有人会用田螺来钓鲤鱼，今天昆桑就想试试，这些鲤鱼会吃掉外壳坚硬的田螺吗？把这些田螺倒进鱼缸里，过了一会儿，小鱼们好奇地靠了过来。1小时后，昆桑发现并没有田螺被吃。到了第2天，昆桑来观察鱼缸，这些田螺太多了，也看不出吃没吃过。很多田螺爬上了缸里，可能现在是冬季，天冷后鱼的活动量降低，胃口也相应的变小了。这次昆桑给小鱼们买来的是生菜，把生菜切一半，拴上一根绳子，然后挂上一个重物，这样生菜就可以沉到水下。小鱼们会吃这玩意儿吗？起初小鱼们还是很警惕的。过了一会儿，鲤鱼开始吃起了菜叶。到了第2天，菜叶有了很明显被啃食的痕迹。这么半颗生菜，它们几天可以吃得完呢？3天后，鱼缸的水面漂浮着大量的生菜叶。想知道小鱼们有没有吃生菜，看看鱼缸底部就知道了。这些绿色的粑粑
就是吃完生菜后拉出来的吧？用了3天的时间就吃完了半颗生菜，养了4年都养不熟的鲤鱼。如果是普通的观赏鱼，可能和人的互动会好很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会养这种鱼吗？好了，本期鲤鱼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